讲的也是华为事件，因为华为被美国整个铺天盖地的封杀。可是前几天他们发布了新产品，美国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孟晚舟今天上午有一个最新的声明哦，他说华为正式启动全面智慧化战略。什么是全面智慧化的战略呢？就是这个坚持打造坚实的算力底座哦，要做什么的这个世界建构第二选择哦，意思就是说未来呢全面智慧化这个新世界，中国不会缺席，而且是提供给世界第二个选择。好，这句话话中有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中国大陆访问期间，华为无预警的把他们的新的手机给这个展示出来，给预购了。所以当雷蒙多回到了美国之后，他其实也被国会议员给问到了这一题。我们来听听看。I was obviously, I don't know what the right word, upset, when I saw the Huawei announcement. The only good news, if there is any, is we don't have any evidence that they can manufacture 7 nanometer at scale. 是这个雷蒙多呢，他其实有一点我们不晓得这个英文的翻译，可能各界的翻译不同。I was upset by the advanced Huawei smartphone report. 这个当华为 announce 这个新手机这个面世之后，I was upset. 我不是这个英文老师，可是因为有人翻译是不悦就不高兴，有人翻译不安，有人翻译沮丧所以中国大陆它横空出世的这个华为的手机当美国以为所有的晶片都把它封锁了，没想到他们自己这个小院高墙把它做出来，所以它是非常的 upset 那是不开心、不安还是沮丧呢？每一家翻译不一样。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天下这一篇报道，他讲说华为秘密打造地下工厂，他用地下工厂来形容，什么意思？因为美国把各种技术啦、工具啦、晶片，就是做晶片的这一些东西，通通封锁了，所以呢，华为就自己来锻炼，自己来做这个地下工厂，要突破美国的封锁吗？最新的 Mate 60 Pro 是一场政治大秀，为什么？他选择的是雷蒙多在中国大陆期间来把它发布我们来看看，包括这个《天下》杂志的这一篇报道里头，他讲在雷蒙多访中的3天前李强他们的国务院总理突然到广东巡视，包括华为在内的几家科技企业。央视的新闻联播还看到这个画面，任正非在这儿他陪伴在李强身边所以呢，他们是有意识的由政府可能需要华为来做这一次的新品发布，而华为已经得到政府300亿美元的晶圆，在中国各地秘密建造6座晶圆厂，他们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做出自己他们自己的晶片。那现在这个成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看到华为研发投入强度列为全国第4投入很多的钱来做研发，而且这个研发的金额是占全年收入的1/4。所以任正非他在施法贾伯斯吗？我们看到呢，这个任正非自己已经不止一次说了，他也用苹果的产品而且他自己也说华为其实真的是施法苹果，因为苹果就是华为的老师，而美国制裁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这个他的说法。我们是打不死的鸟。公司呢也曾经预测到，我们公司发展到很快很高的时候，我们会有市场上的竞争，会有矛盾，但是没有想到美国打击我们华为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坚定不移。我们要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打出一个未来30年的和平环境，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负我们。好，华为它这个发展出它自己的这个晶片，走它自己的路，那它突破新科技，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打败美国吗？那当然，它现在研发出来的东西跟美国还有一段差距，可是有没有可能深具教训呢？因为呢，我们看到它的所谓的这个网友说的黑科技、星闪技术有人就说未来可能会取代蓝牙，而包括您看到了美国发表主导制定 AI 等先进技术国际标准的战略，我先来做一个所谓的这个标准所以各个国家
都要依循我的标准。我们也看到美国跟经济界、学术界合作，让全国的企业更容易展开跨境的合作哦。它要新兴国家来参与它的新战略。华为的这个鸿蒙系统，它开发出来已经很久了。这4年来，它从0做到5.7亿台。鸿蒙系统是什么？就对比于包括苹果的 iOS 以及有一些手机搭载的安卓系统，他们自己做他们自己的 Harmony OS 鸿蒙那看起来也是这个手机的作业系统也有闯出一番新的境地。而包括苹果过去特立独行，你知道它每一次的这个发表都很多的苹果的果粉。那过去呢，他用他自己的规定他包括充电的系统也跟人家不一样。后来因为欧洲议会他们有做出了决议，你必须跟大家一样用 Type C 所以他后来新的手机只好跟大家用一样的充电系统。特立独行的这个苹果也要买单。来，我们先请教这个郑源老师，你怎么看？包括华为这一系列的动作。Type C 不能说是欧盟强迫规定的，事实上 Type C 就是新时代里面新的接头，还逐渐的取代原来的接头。苹果只是顺应这个，很多的安卓手机都已经改 Type C 了嘛。不过我特别要赞美一下这个任正非他即使处在这种整个国家打压一个企业，然后他还能够以敌为师。他还要说跟美国学习跟这个苹果学习，有这种谦虚的态度会使他走得更远。至于说美国，他当然会很生气不只是联盟都会 upset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沮丧，我感到很沮丧，叫做 I was upset。因为什么要沮丧？美国举全国之力打压的科技厂商哪一家不倒的？日本东芝嘛，根本就是像僵尸被打成。东芝是以前半导体的领导厂商不信你问将军，我们年轻的时候，东芝是多响亮的品牌，现在还有东芝吗？没有。第二个，法国一家化工厂商被打垮了，也是很有名。台湾的友达被打垮了，台湾的 HTC， 全世界第一款 Android 的智慧手机就是台湾的 HTC 现在还有 HTC 吗？被打垮了，还是有啦，很少。有吗？有啦，还有。现在当古董来买是吧？对，还有。被打垮了。然后华为简直是有取代苹果手机的趋势，非打不可。但是美国很沮丧，怎么我请全国之力还不够？我找了所有其他国家帮忙把它打垮。蓝牙系统不是美国系统，蓝牙系统是爱立信，是挪威的系统而且蓝牙这个名字是挪威国王的名字不是什么拔牙的牙挪威国王的名字是 Bluetooth 长知识了，对，然后连这个要打压都打压不死，把华为踢出去，蓝牙系统，华为自己搞了一个什么 Spark Link 叫星闪，后来为什么改名叫 Neuralink 我都搞不清楚，但原名叫 Spark Link 那星闪系统现在科技界认为它的效率简直是蓝牙的好几倍那它的会员有很多，所以可能有一天会取代了这个蓝牙系统，就有点像说 Type C 要取代原来的USB 一样的道理。那这个孟晚舟讲的对了，他们蓝牙从 OIP 就是一种网络的，用核心网络接很多装置的一个第一代的系统，后来到 All Cloud 全部都上网，现在要全部 intelligent， 全部用智慧型的方式来运作。那美国会停止打压吗？才不会停止美国现在在想说，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自己不行，我找日本；日本不行，我找荷兰；荷兰不行，哎呀，看还有哪个国家，英国哪个国家可以凑一脚。所以现在德国不是宣布说他们不再用华为了吗？也不用中兴的网络吗？也就是说，他们要把华为置之死地，而不让它后生。这是目前美国的想法，也是华为现在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全世界华人的支持，不止在中国大陆，理由很简单嘛，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打压一个企业到这种地步，路见不平嘛，人家路见不平，你美国政府太过分了嘛，哪有这样玩这种游戏唯一没有打死的就是华为，你非把它打到死不可。当然，全世界会更加的积极支持华为。是雷蒙多他自己已经说了，他们会去找更多的证据，如果被他抓到有企业绕过制裁，
去帮中国做这个科技哦，它绝对是这个不依不饶。来请教这个张延廷将军。这个华为能够突围成功哦，在这个手机市场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哦，一定有它的原因所在。第一个，它肯重研发，它肯投资在研发。你看华为哦，它在全世界一共有26个研究中心，这26个研究中心里面，它光数学家就有700多位，物理学家有800多位，化学家有120多位，很多。你看它人才，它这边重研发之后就会创新。创新之后就会突破，就变成这样。它不是这边守成，怎么是做这些成年的这些产品？那换句话说，它在这个只要重研发，它就这个企业的生命、企业的寿命是会继续扩展、继续延伸的，这很清楚的。所以我认为它这个第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这个。第二个，我们来看5G 是4G 的哦，它整个的这个容量啊是增加20倍。一下扩张那么，但是它问题它耗电量下降，它耗电量只有原来的1/10，它耗电量增加，这个耗电的这个手机的可以待机的时间，可以使用的时间增加10倍了。那你想看你要不去买？你看你手机你常常没电，充电没电，它可以用10倍，我增加了，我很节电，我又不漏电，我又不这个热度不高。我们要手机你用久了好热哦，为什么它的耗电？那换句话说有这个优势啊，那你要不要去买？而且它的基地台哦。只有20公斤，像烤面包机那么大。你看我们看的基地台好大啊，对吧？不用了，我5G 基地台就烤面包机那么大，那这个都省掉了。为什么？我还有卫星通信。你看它这个换掉它的优势哦，慢慢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这几个优势？消费者他会去选嘛？哎，这个好，变成怎么样？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电磁波，全世界现在大家都玩手机，对，现在全世界用手机最多的是南非，9个半小时每一天。我们台湾哦，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使用手机时间是7小时14分钟。那就是说，我讲，那我电磁波要很注意哦。对，电磁波全世界的标准值就是每1公斤的这个体重哦，你就4瓦特。那我们知道苹果 iPhone 12曾经超标，它是5.70瓦特，就是说你每个手机的电磁波的超标的标准哦，是增加了0.43。这0.43倍的电磁波，大家怕不怕？你用7个小时又7个小时哦，又14分钟，你这样电磁波一直在累积，一直在超标，那我当然选用电磁波比较小的嘛。那华为是不是就出来了？会有这个状况，所以看这几个优势摊开来看呢，它就是占取了世界的一席之地了。是，如果现在还加入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美国要封锁华为？它的理由，美国的理由是说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来。对啊，因为如果中国大陆超越美国的，也是美国国家一种安全威胁啊，这是很正常的国家安全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然后我只是觉得雷蒙多讲得很好笑，他一方面又说自己 upset， 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说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可以大量量产。那没有证据显示你 upset 什么？upset。那问题来了，问题是他说了，他很清楚的讲说，这个先进的晶片，他认为华为是不是华为，中国大陆是没办法量产，因为这是中芯代工的嘛。对。那可是问题是，华为已经讲明了，他到年底之前要出货4000万只哦。他如果没有办法量产，请问一下，他怎么出货4000万只？难道是用假晶片代替吗？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的。那现在估计他到10月可能就要出2000万只了。那这个很快就可以印证，因为现在已经9月多了嘛。对，所以雷蒙多的担忧到底是不是会成真？我们到10月马上就可以知道。只要它能够生产到1-2千万只以上，那这不叫量产，那请问一下，那它就突破了嘛？对啊，那表示至少7奈米它可以很稳定的生产。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事情，大家也不用乱猜，就仔细去看就对了。那任正非当然自己心里头很清楚，也就是虽然他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获得了部分成功，好像把过去这1566天的颓势挽回了，可是他赢了吗？还没有赢啊，因为美国对他的打压一定会更加紧密。更加沉重，所以他还是要赶快发展自己，他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发上去，因为只要他追不上，他就完蛋。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要不断研发一些过去没有的一些东西，甚至自己独领风骚的东西。比如说他这个星闪，刚蔡委员已经讲，他是因为被限制使用 Bluetooth， 所以他才不得不去研发自己的这个东西。可是他研发出来，他的传输速率是目前蓝牙的10倍。你知道蓝牙最被人家诟病是什么？传输不稳定。所以一些高画质、高音质的东西很难透过蓝牙传输，
你那个档案不是 lag 啊，就是基本上传输不太过去。那如果这个能够传输的话，你知道像我们玩音响的人呢、你随便一条，因为你用无线传输速度太慢，我们都要去买网路线那一堆，网路线随便一条都破万以上，甚至好几万。那如果它真的能够达到它所宣称的传输速率的话，也许就可以省一条网路线的钱，那个就差很多了。对啊，然后差非常多。对，然后再加上它的鸿蒙系统，因为它在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民族作为它的一个底气存在，我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先天市场环境，华为当然还是大有可为。好，我们看美中到底还有没有在谈判，或者有没有一个合作或是和解的机会呢？王毅跟苏立文见面了。两边到底谈了什么呢？学者就讲了，其实王毅这一边呐，关键字句对美国充分表达不满。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学者传出来的话，他说，第一个是涉台相关的讨论哦，这个部分必须不断提醒哦，中国提醒美国。另外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政策表达关切哦，包括中国大陆发展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这一句话哦，有强烈的针对性。表达对美以竞争为名，实为打压中国战略这个战略的政策哦，他是强烈反对的哦。所以我们看到王毅有表达这两个方向。而另外呢，包括这一场会晤是中美战略的沟通，主要性是什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就可以更加了解对方的战略跟政策的意图。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西方世界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中俄再加上朝，也就是北韩哦，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所谓的轴心的一个联合的合纵联盟的一个组织呢？我们看到中俄第18轮的战略安全会议磋商，王毅就讲了要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我不搞单边，我要搞多边哦，这是他的说法。王毅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宣布普京10月访华哦，这个俄罗斯现在都还在打仗，可是普京10月很可能到北京去哦。那这个是俄罗斯的说法，他说普京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10月要访问中国大陆，出席第3届的一带一路论坛。其实这个俄罗斯想要加入一带一路哦，这件事情已经说了蛮久的哦，俄罗斯表示有兴趣。而我们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北韩，金正恩哦也有可能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哦。报道是说有可能趁着杭州在举办亚运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那10月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就叫做中朝俄峰会啊。我刚刚讲这3国，西方世界其实不希望他们联合在一起的这3国的峰会。那这个所谓中俄朝轴心哦，这是外媒，特别是西方媒体最近都在讲的事情。中国的专家就说啊，你们不要小看中国的政治智慧，因为中国是不搞集团政治啊。他认为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存在的。而另外呢，南韩也邀请中国跟日本来会商，重启3国领导人的会议。北韩如果有动作，那南韩也很紧张，他就宣布了，那干脆我们南韩也来邀请中国跟日本26号在首尔举行外交高级别的官员会议啊。那探讨重启已经中断3年的韩中日的领导人会议的相关事宜哦。所以你看到呢，南韩的动作也很多，尽管外界觉得尹锡悦非常的亲美，可是他对中国大陆相关的这个拉拢其实也都在进行。而另外拜登总统联大演说，在促进安理会改革哦，我们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登场了，看起来这个拜登独领风骚吗？因为只有他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理事会的常任理事会的国家的领导人出席。而另外我们看到印度、巴西、德国、日本、南非有望加入常理国吗？这是一个问号。拜登总统他的年纪已经蛮大的外界对他的年龄跟他的身心状况能不能够竞选连任，其实多所怀疑。可是拜登说，我知道大家的质疑是什么，但民主现在岌岌可危。他的说法是，很多人老爱把焦点放在我的年龄上，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出马竞选，因为民主岌岌可危。不要怀疑，川普和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共和党人其实是要摧毁美国的民主。所以呢，我拜登，我有很艰巨的任务。我尽管老了，可是我老骥伏枥，我一定要让我们的民主继续往前。美国的内政其实有很多的隐忧而且都集中在钱在美债
美债已经来到了33兆美元，利息啊，光是利息哦，就可以养2支美军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债务。而另外呢，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是，美国的国会预算法案没有共识，所以联邦政府可能会停摆，因为公务员可能无薪可领哦，没有钱，没有薪水哦，所以美国内政的隐忧其实蛮严重的。来请教蔡委员，我对拜登非常钦佩哈，他很像台湾很多政客啊，你不投给我就没有民主，投给我才有民主。现在台湾不是吗？投给我台湾才有前途，不投给我台湾就没前途。赖清德的说法跟拜登的说法一模一样。他应该讲的是说，投给我民主党才有前途吧？不过他在的话，跟民主党更没前途。哪有年轻人出不来的一个政党？就是很搞笑。现在美国这2党政治是忽来忽，那他想要争取连任，他当然会讲一些有的没有，帮自己辩护啊。至于说拜登要安理会要扩大成员哈，这个账单算得很清楚哦。他这弄这几个国家哈，德国、日本是听他的。就是他的 puppy state 啊，他的这个什么宠物国家，另外的印度也会听他的哦，但是巴西跟南非就不太一定啊，所以3-2他赢了啊，因为以后增加了投票权，他赢了。可是问题是有否决权啊，你人数多不一定有用。第二个，其实大陆可以唱高调啊，那为什么没有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会比南非差吗？应该不会吧？哦，那为什么没有埃及？埃及的经济规模也比南非大啊，阿拉伯国家代表性为什么没有呢？哦，只有非洲代表性，还有日本跟德国哈，所以这个有的玩了，因为很多国家不服气，为什么是他们啊？我们来谈谈这个金正恩某种程度来讲金正恩也在玩他的权力平衡游戏哈。以前他被制裁的时候，俄罗斯跟中国都站在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这一边。他现在跟普丁见面啦，粮食制裁也不必伤脑筋啦，然后武器的制裁可能俄罗斯会给他很多的武器的技术啦，而且他可以提供俄乌战争所需要的炮弹。全世界有一个每一年每一天生产的火炮数量强大的生产能量的国家，叫做北韩啊，因为它是以火炮为主的，将军会比我还清楚所以它的弹药库非常充足，提供给俄乌战争的俄罗斯军队用，很够的。中俄朝会不会形成轴心？不会啦，这3个怎么形成轴心呢？这形成轴心只要打日本不需要，只要中国打日本，日本就挂了，哪需要形成什么轴心？轴心说我没有力气打你那这3个国家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打美国的，因为现在俄罗斯整天应付欧洲的差不多了。比较令人担心的是，王毅跟苏立文见面不是很愉快。1. 美国对台政策，2.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这2个都是争论所在嘛。那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中国大陆有时候可能是用很谨慎的态度在面对这个局面。那美国当然希望说，你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不要太大的军事压力。可是这个就中国大陆来讲，其实美国你整天玩那个准台独游戏啊，当然中国大陆会觉得受到挑战嘛。那至于双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所以2个人在马耳他谈个老半天，可能唯一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回去报告我们后台老板拜登跟习近平他们2个要不要见面只剩下这个在 APEC 见不见面的问题了而已。那短期内这些台海问题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论。比较重要的是俄罗斯，普丁要到中国大陆，他一定会是一个国际上很大的新闻。那有人会借此来这个攻击中国，那也有人会借此夸大这个“一带一路”的效果。那普丁虽然没有明言说已经加入“一带一路”的签约国，但是他做的比谁都积极啊，这才是特殊的地方海参崴也可以给中国用了，这比“一带一路”什么都慷慨啊。是，然后外贝加尔湖区也可以让中国开垦啊。听说新大型西伯利亚计划正在推进。那中国这“一带一路”已经不是传统“一带”，就是往北边走了，走到北冰洋了。来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严庭将军。我们知道那个美国内政的最大的问题，我认为是财政问题，因为它的
国债啊，美债到了33兆，美国的人口是3兆，不是是3亿3800万人。那3亿3800万人，他现在的美债有33兆，那你就要说每一个人将近10万美金呢，每一个人国债背得很重哎。你除这个33兆，你除以3亿3800万人，大概就是将近10万美金。我认为美国有4个结构性因素蛮难克服的。第一个是美国贸易逆差太重，因为比如说2022年去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1兆1900多亿美元，它一直在买得多嘛，出口的少，每一年都有1兆将近1.2兆贸易逆差。你看到它这样子所以它的国债会越来越重。我认为它这个很沉重。第二个，美国的制造业一直在衰退，它现在制造业占全世界的占比是不到18%，都被这些什么中国大陆、日本、德国还有法国这些都占走了。那它的制造业萎缩，那靠国防工业硬撑。那国防工业毕竟买武器的这些装备的，毕竟不是必需品，这些市场毕竟是有限的。那变成这样，它这个在这一方面呢，它的制造业在继续萎缩当中啊，会造成它的国债啊没办法平反，没办法慢慢还回去。第三，我认为美国的国防预算多了。美国在今年2023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8580亿美元，太多了。他这个换掉你用了太多的国防预算，你会花的更多的这些钱用在他的这些建军备战上面。但是当然，美国这个可以引领风骚，变成世界的警察。但是问题是，他这个8580亿美元就花掉了，打水漂了，那变成这个状况。而且它是占40%哦。全世界的这个国防预算将近2兆，美国就占了8580亿美元，占了40%，太重，对美国来讲是沉重的包袱。第四个，我认为是它的这个核心的通货膨胀率，去年呢，它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是4.8%，算是高了。那今年那减低通货怎么样？你是不是要加税，把政府的这些国债变少，加税？一加税完蛋，选举就没办法了。谁只要是加税，选举不可能连任那就不敢加税，那又不敢加税，通膨又那么高。就要很谨慎的去操作，那造成它能够操纵的这种弹性空间、回旋空间更少了，因为核心通膨率没办法解决啊，4.8，那一定要压下来啊，你不能超过4.8，超过4.8，老百姓会受不了，变成这个状况，所以4个因素让美国在这个国债上面呢，这个包袱会越来越沉重。是左支右绌啊！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的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不是说了吗？他在访问北京期间，因为华为出了一款有新的晶片的手机，让他感到 upset。那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刚刚被记者问到这一题的时候，他有回应，他说华为选择什么时候推出自己新款的手机，这是企业自己的决定，我不了解这是毛宁刚刚的最新回应。来，先请教彬哥。毛宁当然要这样回应啊，难道他说这就是我干的？他也不可能这样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官式的回应，听听就好了。那我是觉得外媒现在塑造中俄朝轴心，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好笑在哪里？不是说中国专家讲的什么中国不搞集团政治啊，什么中国其实当然有他的阵营，而是根本没有什么中俄朝轴心。这3个国家之所以会挤在一起，根本是被你美国逼的他不得不挤在一起啊，又不是他自己愿意挤在一起。如果今天美国不是对中俄朝施加文攻武吓的压力的话，这3个国家本来各自有各自的矛盾啊，人家根本不可能走那么近，他们会走这么近，根本都是你美国害，不是吗？然后拜登，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的外交操作手法，我真的觉得还蛮粗糙的。比如说他这次说要一下子印度、巴西、德国、日本、南非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听就知道根本天方夜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我把你的朋友啊，巴西啊这些也让他进来，南非啊也让他进来，可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嘛。而且这又不是中国同意就算了，俄罗斯怎么想，法国怎么想，英国怎么想，你都不去考虑吗？更好笑的就是他讲了半天之后，他说，你们加入常任理事国，可是呢没有否决权。没有否决权加入常任理事国什么意思？那来玩的吗？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很荒诞的一个外交手法。那至于说他在卖这个美国是芒果干，我觉得拜登根本就是美国赖清德，他基本上。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茄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
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陈吉仲，他明天这个辞职就生效了。今天是他担任农业部部长的最后一天。他早上在媒体的镜头面前，他又哭了，他又哽咽了。他说：“我明天就会回到中兴大学来当教授，我要回到我最喜欢的工作，那就是教书了哦。”我们来看看呢，他们说不需要把我的去留和任何在野以及执政党之间的攻防做连结。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呐。今天结束之后，我明天就要回到学校，学校是我本来工作的地方哦。那我们看到中兴大学他有一些回应，他说依程序归建，目前还没有收到陈吉仲归建的申请书，所以没有办法回应。意思是什么？他要归建是可以归建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呢，包括各个学校，那当然大学常常会有一些大学教授啊、人才啊借给国家来使用嘛，当政务官，过去的例子所在多有哦。可是曾经有很多的这个学者调任变成政务官，借调之后就回不去哦。包括大家知道的前行政院院长，原来是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桦哦，2008年被马政府借调了。那4年借调期满之后，他就辞去台大的教职哦。那现在看起来无官一身轻哦，那这是好的说法。有的人就说回不去了。而另外杨永明教授哦，他经常也来我们这边上节目哦，他是在2011年这个被借调出来接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可是政大说你不符合借调的规定哦，所以他也主动辞去教职。那于是就有人要问了，为什么中兴大学这么宽松？这个就是中兴大学的规定哦。中兴大学的规定是借调一次以4年为限，借调任期超过4年，你还可以申请借调一次哦，总共是8年嘛哦，所以刚刚好。吉仲就在这8年前可以归建哦，因为还不到8年，快到8年了。明年的5月17号左右吧，他才借调8年，所以他的确是可以再回到中兴大学来任教，进可攻，退可守哦，其实还不赖。那现在呢，陈吉仲走人这一件事情是赖清德要他走的吗？那新系跟英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拉扯呢？我们看到新闻的声量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看到的新闻声量，赖清德这3个字很大哦，未留民进党陈吉仲可见网友的讨论，新闻的热点也都在这个这几个人名几个字里面来这个互相的这个拉扯，以社群关键字就可以看到新系的忧虑哦，不能让赖清德跟陈吉仲连在一起啊。因为陈吉仲跟赖清德一样大，表示他们2个是被挂钩的，是被连结的，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要把陈吉仲给切割，让他下台不要影响到赖清德的选情呢？游淑慧就爆料，他说中南部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因为你看现在台面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替陈吉仲反击的人很少因为实际上选情已经被冲击了，选不下去了。他认为中南部的民众很生气因为鸡蛋的争议，所以呢不得不被这个陈吉仲是被请辞是这样子吗？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很多观众朋友都打电话来电视台问说，那些蛋过期的蛋有没有可能流入市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些蛛丝马迹，包括这是来自我们 TVBS 的独家报道，我们掌握到一份是蛋商工会内部的对话，这是对话截图。农业部似乎早就知道会有这么庞大数量的进口蛋即将到期所以在趁着快到期之间，不断的找蛋商帮忙销蛋。你看到的我们农委会有进口蛋可以提供你要不要你进一点吧所以网友就说这跟港剧《食神》里头的梗图很像。哎呀，我这边有一批牛肉好便宜的有需要的话就打这个电话吧可见就是有大批的快要过期的蛋销不出去农委会不断打电话要蛋商帮忙，所以我们也很担心是不是有一些快过期的蛋商真的拿到了，把它变成液体蛋，这样子其实就看不出来，因为它已经变液体了嘛。那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陈吉仲的请辞这件事情他的下台这件事情是不是照着剧本走呢？来自于这个联合报的报道说。这个请辞是有剧本的，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陈吉仲早上的这一场记者会，他哽咽了嘛里头他有
这个曝光一件事情，他自己说的。他说其实我跟总统常常吵架，有一些政策我跟总统意见不太一样，可是最后蔡总统都尊重我哦。那这一次的请辞也一样哦。这个记者会我有看，记者有问他说：“请问部长是哪一件事情呢？总统跟你意见不一样是哪一件事情呢？”他又吞吞吐吐讲不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是如何的。陈其仲所谓按剧本演出哦，来自于联合报的报道是说，其实啊，府院高层早就规划好了，就说要他走啦。3个下台时间点分别是9月上旬、9月18号跟9月21号哦，已经规划好了，就3个时间点选一天。9月18号那一天呢，突然苏贞昌惊天一怒啊，所以呢，陈其仲请辞哦，没有获准。于是党内也有一份这个哗然哦，党内其实有很多人也不以为然。隔天一整天铺排陈其仲下台的前奏，所以陈其仲上午及傍晚2度鞠躬道歉，记得吗？他鞠躬了，晚上闪辞，立刻核准。而921那一天就是他请辞生效日哦，所以这个是高层早就规划好的事情了吗？哦，如果照联合报这一篇的报道是这样子的，到底谁在抹黑陈其仲？陈其仲他的道歉记者会以及今天早上的记者会，听起来都是全世界对不起他。他说，全世界假消息最多的地方就在台湾，仿佛他不是因为政策失败而下台，是因为被假消息攻击而下台。哦，他一直这样锁定吗？你看看网络上年轻朋友的梗图是什么？他说啊，绿营的侧翼还在造神呢，把陈其仲捧上天了，捧成人民英雄了，这跟对岸的集体崇拜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集体农业集体化之父万岁万岁万万岁！而紧急专案进口鸡蛋的库存不因为陈其仲下台而收摊，而这个没有争议，因为我们现在看农业部告诉我们，进口蛋有5400万颗过期，可是跟实际将近8000万颗快过期，还是都不拢，所以很多人是很担心的哦。来，先请教彬哥怎么看？我觉得陈其仲辞职就算了，辞职临别秋波还要继续鬼扯。你首先第一个鬼扯是什么？他说他明天就回中兴大学教书。抱歉，你连申请都没申请，你凭什么回去？他说没申请，对。对啊，你申请都没申请，你凭什么回去？所以你看到临走了，这个人都还要说谎，鬼扯嘛。对，虽然如果按照台大的规定你是回不去的，对，因为台大中间一定要隔2年。那中兴大学的办法你是可以回去的，但是你要申请啊。你申请归件都还没申请归件，请问一下你凭什么回去呢？所以这个人很明显嘛，光是一句话就可以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从头到尾就睁眼说瞎话，他也不管事实是什么，反正他想到什么就给你掰什么，乱掰一通。那你看这个网络声量这个东西，赖清德跟陈其仲并重，但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你看在请辞这个字体，民进党也跟他差不多大，对不对？但上面有一个比较小的字体是什么？坏蛋。不是加入民进党加入民进党，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这个这么受到重视？因为你要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对很多社会边缘人来讲，加入民进党好康事情多的数不完啊，都在等着你啊，所以这是网络热搜啊，对不对？所以民进党自己要想想看，你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一个神话，让大家每天要热搜如何加入民进党？那至于说陈其仲到底为什么到最后辞了？因为他本来据他自己过去讲说他至少5度辞职，就昨天我在你们的另外一个节目里头，那时候你们的主持人问我说，他会不会很快就辞？我说很快，一定会。你看，结果马上大概不到2个小时之后他就辞。对，那这个人一直辞，那为什么过去都被慰留？因为很简单，过去蔡英文罩着他，反正什么东西都要硬盯，到最后就海阔天空。可是这一次为什么盯不下去？因为这一次的民怨真的超级深。而且这些蛋是大家都吃到肚子里头的东西，你这个不像过去的一些东西，可能影响只是某一部分农民、某一部分的渔民。这一次是整个台湾无一幸免，全部都被影响到，特别是我们的小孩子也被你影响到，所以这个民怨实在太深了。民进党其实我必须讲，我不认为像淑慧讲的这么严重，说中南部这些都已经选不下去，不至于到这样。但是如果一直拖下去，那真的可能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为了尽快设一个停损点，才赶快同一时间让林聪贤这个一直躲在后面没有出来的常进人也赶快一起辞，就是要设立断点，让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可是问题是这个事情还没完呢，
因为我们的鸡蛋不是说陈吉仲走了，林聪贤走了就不再进，我们现在继续在进，估计要进到明年6月，下个月可能又有500万颗要来。请问一下，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市场供需已经平衡了吗？那你一直进干什么？你已经进了，你光现在目前被查到就5000多万颗摆在那个地方没动，已经过期了。那实际上要过期的可能有8000多万颗，然后你现在每个月还要再进500万颗，那国内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多蛋。请问一下，你是干嘛买来放的？买来坏的吗？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干什么？这约到底怎么签的？到现在你合约公布没有？也没有啊。你到底订了多少蛋？你到底花了多少公帑？你要讲出来啊！这个问题没完的，不是因为陈吉仲、林聪贤下台就完了，这个还是要继续追查，因为中间鬼多了。那我说陈吉仲一直在说谎是什么？就包括他今天又故意讲，他说他其实常跟蔡英文吵架，然后甚至连请辞这件事情都有在吵架。你相信陈吉仲会跟蔡英文吵架？你相信这种事情？如果陈吉仲敢跟蔡英文吵架，他大概5、6年前就走了，还等到今天呢。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他还哽咽感谢蔡英文尊重。我看你跟他根本不是吵架，你是负责挨骂那一个。吵架是要两个人有来有往叫吵架，负责挨骂那个就叫被 K， 那不叫吵架，好吗？然后你是死皮赖脸，死想留在这个位置，所以因为最后这样子才又跟蔡英文发生冲突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不然的话，你跟蔡英文有什么好冲突？你不是说你完全不恋战吗？完全不恋战有什么冲突可言呢？所以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在鬼扯。那我只认同他一句话：全世界假消息最多的地方就在台湾，也没错。假消息最多的地方就在农业部，他讲绝对没有错。但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假消息都是农业部发的。你发的全部都是假消息啊，所以当然假消息就这么多。陈吉仲，你就是个认知作战的罪魁祸首。其实包括什么包膜啊、喷蜡啊，我们现在看起来也都是乱扯一通嘛，是不是？来，在民进党执政底下，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关系就会有关系。我来举江宜桦为例，江宜桦当然是依规定啊，他没有在期限里面回台大教书，然后只好到别的学校教书。可是不要忘记啊，有一次他应邀回到台大演讲，也被民进党的人以2个理由逼得他演讲暂停，也不能进行。第一个理由说太阳花运动的时候攻进去行政院，他请警察把这太阳花的这些群众给赶走。第二个，他说他没有把核四给关掉，只有封存，用这2个理由逼他不能继续演讲。这是民进党的面目啊！那有没有人会跑到中兴大学去堵着这个陈吉仲说你让我们吃到臭蛋？不会有，为什么？有关系就是没关系。那陈吉仲，不管你有没有申请这个什么手续不重要，他说会回去，民进党就会让他回去。而且中兴大学保证没有人敢抗议，搞不好还要像什么陈明通一样办一个欢迎会啊，你太优秀了啊，我们欢迎你回来。这个民进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台湾社会好像也没什么意见，我们就这样不断的沉沦下去哈。至于陈吉仲他不管怎么说，留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台湾为什么会缺蛋？这是本来就是农业部的责任，农委会的责任呐。那你缺蛋就要补足这个差距，市场供需的差距，供需的差距要怎么？要靠进口啊。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陆跟金门的蛋你不准进口？你要跑到老远的巴西，完全不知道卫生标准的国家里面去确认，而且进口量那么大，你怎么会知道巴西有蛋可以买？啊，是谁告诉你的？谁在后面操盘？你说是那个超市奇女桥吗？有人相信吗？7月鬼才相信所以来源不明。现在问题来了，好吧，你就算花了很多钱补助去把这个蛋进口，弥补这个差距，好不好？我们就算了。那为什么蛋有的过期，有的坏掉？那你还扯一堆谎言，包膜啦，什么洗蛋洗掉，都是你说的那些洗店厂的老板出来讲说，根本没看到有包膜，他自己在洗人一看就知道所以你讲了那么多谎言，老百姓今天气愤2点：第一个不是你进口蛋，是你进口的臭蛋跟坏蛋；第二个气你什么？谎话连篇，交代不清。你要告诉我们说你这臭蛋卖到哪里，有什么困难吗？逼个老半天才巴西蛋才知道益美食品有买到。那请问你能不能去买中秋月饼？要不要怀疑？要不要担心啊？那小孩子早上去买个三明治，要不要担心啊？所以你这个本身就是在掩盖某些事情嘛。到现在还疑云满天，
本来说你开个记者会要把事情说清楚，结果你从头到尾都在演那个悲情戏，是吧？以为你农业部长开个记者会是演什么8点档的娘家，是不是？哎，不要玩这个游戏了。还有你跟蔡英文谁关系？蔡英文只要是小英男孩、小英女孩，他一定力挺到底啊。林志坚、吴怡宁哪一个不是？还有你陈吉仲，因为你小英男孩嘛，你不用在那边扯着你跟蔡英文吵架，撒娇是有了，吵架是没有了。不要骗我们来那一套了。你觉得他不可能跟蔡英文真的吵不起来可能的。他早上讲很大声来请教这个将军。对，关于陈吉仲的事情，我认为啊，这个因为民主社会、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这个为政策下台，事情没做好，这个政务官本来就要担当这个责任。5日金兆嘛，我认为有些这些职位啊，不要去见练去恋战。我们这些政务官呢，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最大。因为这些政务官拿的是人民的血汗纳税钱，本来就要为人民做好这些事情，那没有做好，你就要负这些责任呐、有这些问题蛋，有这些坏的这些鸡蛋，那本来就要负责任。当初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是一个科学大数据的时代，我们可以把这10年的这些鸡蛋会有产生这些问题，或者蔬菜或者这些水果会有哪些会有季节性的这些问题会产生。或者因为天气过热，这些鸡类不下蛋，或者菜价哪时候会贵，这个都可以统计出来的。这有科学数据有统计数据的，都可以事先做防范，可以超前部署。我认为这些政务官他应该要有担当。第二个事情，我认为是不是他这个理性，在这个当政务官的时候，当大官官越大，要理性压过感性。他说他哽咽，无论你当个大官，你有事什么不要哭嘛？你要理性压过感性啊。你不能是感性，那你这样哭的话，那换句话说，把事情做好最重要，哭有用吗？我认为是这样子，因为下面都在看你啊。我认为不要以哭淡化了责任的这个责任的负担，要这个样子嘛，要勇于去处理，勇于在那第一线呢、勇于为政策来实践才对，而不是以哭淡化掉了这些责任，淡化了这些担当，转移了焦点。你这样对人民、对社会大众怎么样去交代？官做越大，应该是理性压过感性，那你现在感性压过理性，我认为不适当哦。尤其是当政务官那么大的官，下面人洞见观瞻，社会上大家都在看，你就是哭哭啼啼，那这样像什么话？我认为不要这样子去，那这会给这些人有一个错误的示范。另外一个，我认为他要戒掉，回到这个大学里面去任教，这是他的权益。但是我认为他应该很宽然大度离开，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呐、都没有这些年轻的博士拿到助理教授找不到位置，你变成流浪的助理教授，让给年轻人嘛。自己都已经到达那么大的岁数，就把这位置让出来。我认为不要去跟年轻人争，让这年轻人培养后进，让这些有江山代有人才出，让这年轻人去接班，应该这个样子。另外，我最后要补充就是假消息，这假消息哦，我认为会转移到焦点。有很多事情啊，这是阿共的阴谋。结果自己没做好，通通怪到假消息。要讲问是不是自己没有做好，而不要怪这假消息又转移到焦点。我认为这个是个不好的示范，我认为这应该改正。是啊，反求诸己嘛，必须要看看自己到底做得好或是不好。那外在的环境其实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